尊敬的各位水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云哥的崩坏星穹铁道 2.0 前瞻直播唠嗑视频。那么废话少说，咱们开场之前，先跟我一起唱一段。这窗外这夜色流怪胎，别忘了闭上眼才算醒来呀。你参演这场戏，别换姿态，谜底结局我该怎么猜呀？记忆是梦的开场白，时光在今后你醒来，别再破碎，别再枯萎，继续沉醉，自我迂回，最后品味永恒的滋味，下一场那夜的梦再相会。越是虚伪越是完美，美梦如水，绝望轮回，一笔一整便开始倒退，下一场那夜的梦再相会。好吧，唱完了，我们要开始了。这个星穹铁道的这个前瞻啊，首先呢，就是大伟哥就不用说了，就这小子戴眼镜，这小子叫烧鸡啊。相信呢，很多崩坏3的玩家看到他呢，此时此刻内心都是一嘚瑟啊。为什么呢？因为崩坏3啊，往事乐土就嘎嘎刀，就看到这个编剧小子，我跟你说，大伙儿完了，知道吧？就匹诺康尼的剧情。必有大刀因为他呢，知道吧？我感觉他就是刀的象征啊，就是一看到他，我跟你说这个剧情就精彩是一方面，但是呢，就整体来说吧，就基本上就看的人得激挠嘶哈，而且他们也说了，这个剧情大版本2.0、2.1、2.2 3个大版本讲完一个故事，比较的长那怎么说呢？就是期待一下吧，大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那么大体从这个场景的建构上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叫做什么呢？白天没有白天，就平时夜巴黎然后呢就玩着玩着就感觉就是马买皮不是就是乍一看是夜巴黎豪华奢华浪漫的这种感觉然后打着打着就进入梦境梦幻，就神秘是吧？神秘莫测，就那种感觉了。就是原地突出一个亦真亦幻，似真似幻，魔幻鲸鱼漂浮爬墙盗梦空间这盗梦空间呢也不是一个很新的一个概念了，就是看这个星穹铁道 2.0 呢能具体把这个老故事怎么写出一个新感觉。当然了，说别的都是废话，主要呢还是说一下这个角色，对不对？黑天鹅有打好几个版本之前，黑天鹅就已经说了，他是跟着卡夫卡走的高级桑博但是呢，今天这个技能放出来了，这个技能放出来了之后呢，可以说让人感觉有点意外。为什么呢？因为有卡夫卡的场合不一定非得要抽一个黑天鹅，但是想要抽一个黑天鹅呢，你最好先预备一个卡夫卡就是说这个卡夫卡的技能黑天鹅能引爆，但是呢没有黑天鹅的这个标记呢，卡夫卡呢带的桑博他们也是能打的大概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整体来看呢，抽了黑天鹅之后它的提升大概也就是20%是吧？20%、30%，照比起这个桑博，当然还是很强的。但这个花火咱且抛开它这个色的这个不是，就是说非常漂亮好看的这个外表，咱姑且不说。从实用性的角度来讲一个限定5星童鞋。是不是软梅具体有多强已经不用说了那么这花火呢等于是又带上了一个新高度。但是呢花火它在拐战绩点的同时拐增伤拐战绩点的同时，它还拐了一个量子队，也就是说这个量子银河战舰，是不是青雀希尔，然后浮玄，还有一个银狼，再加上一个花火，这个量子战舰呢量子银河战舰最后一块拼图到此就算是凑齐了。那说起烧战绩点呢，都觉得首先想到的就是野月月，但是这个米莎呢，
他就是队友烧战绩点，烧10个，能给他大招叠10层。这个技能来说吧，就怎么说呢，就非常有意思了。因为你花火是拐战绩点，然后就需要不停能烧战绩点的队友，然后队友烧战绩点呢，米莎他作为一个副 C 来清场，是不是？他作为一个毁灭副 C，就是说经典的1打3，一个人能打3个人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到这儿呢，云哥在脑测阶段啊，首先想到的就是隐月月啊，烧战绩点输出，然后呢花火补战绩点，然后拐这个充能，然后米莎呢，他消耗了战绩点，他开大补输出，对不对？大概是这么一个组合。但是这样呢，又跟花火的这个拐量子这个特点呢，又吃不上了。所以说吧，花火呢，大概可以就是说有2种玩法。第一种呢，就是属于是跟正常的其他的属性的队友去配对，然后呢，主要是负责拐战绩点，还有增伤，还有这个充能，不是充能，是加速。然后呢，第二个玩法呢，就是还是进量子银河战舰，是不是？银狼啊，青雀，然后呢，福玄，再带一个他，这4个人可以说呢，基本上，目测可以大部分忘却之庭应该都能有一战之力吧，除非这个挂不上银狼的弱点，对吧？当然具体情况还是要具体的去试一试。那么说起这个卡池呢，多多少少就有点狗了。咱就是说啊，卡夫卡现在还在卡池。大伙呢，平民玩家啊，费劲巴拉，精穷花完，卡夫卡能拿到手，然后紧接着跟卡夫卡配对的黑天鹅啊，就进卡池了。黑天鹅进卡池，你是抽还是不抽，是吧？你不抽，这个黑天鹅，它跟卡夫卡是最搭配的。你抽呢，那就得克了。然后更狠的呢是这个花火，这个隐月月呢，它在上半，然后呢，跟隐月月比较搭配的这个花火呢，它在下半。反正基本上的这个卡池设置来讲，就是能搭得上的不在一个卡池，在一个卡池的呢不太搭得上。然后这一次抽的这个角色呢，就是给你下毒，然后等到过几个版本，至少要1、2个卡池之后，然后呢才把解毒的角色再给你放上来。所以说吧，就圆环套圆环，一环套一环，卡夫卡给你套到黑天鹅身上，然后抽黑天鹅呢送你一个米莎，米莎呢给你套到这个花火身上，然后呢抽花火之前呢，给你放一个隐月月，这样你抽了隐月月呢，你花火呢就得克了。反正就是捆绑销售，就米哈游的传统异能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就是出的角色确实都是好角色。那在云哥看来呢，整个这个卡池下来，关键第一个推荐抽的啊，仍然是花火，就是景圆圆和那个隐月月呢，都是属于就是主 C 啊，就是喜欢插皮党，抽来一个就是非常的帅啊，但是呢需要这个辅助，是吧？如果说没有一些什么，比如说大丫丫呀，是吧？软梅呀这种，就很多这些角色都需要这个万能的辅助啊，花火。所以说花火呢是整个这个卡池云哥第一推荐啊。然后黑天鹅其实云哥的感觉已经就是说抽它的意思不是很大。抽它的话呢，肯定是对于卡夫卡能有一定提升，肯定比桑博强，但是没它吧，就也不是说那么玩不了啊。所以说云哥的一个推断的话啊，未来大概黑天鹅的使用率呢在40%啊50%，然后呢那个谁花火的使用率呢就跟那个福玄啊跟罗刹一样，还有那个软梅一样，都处在90%以上。所以说呢，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主要是云哥把玩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所以，对于角色的需求其实不是很大。box 不缺强度，然后人太多了，排队养也养不过来。所以说新入坑的萌新玩家啊，当然如果是氪老的话就随意。萌新玩家的话呢，如果说要在这整个池子里边来选择一下的话，如果没抽这个卡夫卡，我建议可以考虑完全放弃以卡夫卡带队作为雷系的这么一个体系，然后呢，在下个版本去抽一张这个黄泉啊，因为雷系的话，其实作为主 C 可以选择的角色已经太多了。景元首先是一个，然后卡夫卡是第二个。那么下个版本出的这个黄泉，很明显，它就是米哈游的一个当家花旦的这么一个角色，在整个 2.0 版本，整个这个大版本之后，都会是以黄泉作为一个主要的雷系的这么一个带头人的这么一个形象。然后同时云哥的主要目标角色呢就是萨姆，所以说呢其实黑天鹅吧，
虽然说确实是千呼万唤，然后已经等了很多个版本了，一直都在说黑天鹅它是卡夫卡的最佳队友啊，但如果说真的是没有抽卡夫卡的话，可以考虑把黑天鹅跳过。黑天鹅呢，它就是说在这个角色好看这个方面呢，确实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整个体系的一个选择来说吧，萌新啊，当然整体来说还是老话走叉 P。那尹月月这个角色呢，其实就对于很多女粉来说嘛，很帅嘛。但是这个角色呢，他其实还是挺需要花火对他进行一个提升的。但是花火呢，他并不刚需一个尹月月，这就比较尴尬了。那云哥抽尹月月这么长时间了，从第一次卡池到现在吧，其实实际上，实际用尹月月下场打架的这个次数不是很多，尤其呢，现在又赠送了一个免费的，是吧？真理义父，所以说对于虚数 C 呢，就是很多萌新玩家呢，现在都处在一个走叉 P 不刚需的这么一个阶段了。主要是吧，星穹铁道这个游戏它跟原神也不一样，就角色对于强度来讲，真的没有太大的需求。就即便你雷 C 你不抽，就用了阿兰呢、希露瓦呀这些初始的这些4星这雷系角色吧，其实跟抽满命满金的大佬相比，唯一的区别就只有打忘却之庭的时候，大概会差个50到100星球。说实话，就为了那50到100星球呢，去深氪个大几千甚至1、2万吧，这个东西个人认为呢不是特别的值得，因为本身来讲呢，应该充分清晰的定位，就这个游戏它就是一个护肝的副游，所以像景圆圆啦也好，尹月月也好，都是一样的，就他们的强度呢必然会随着这个游戏进程逐渐的继续下去呢，逐渐的就被迭代。就是后浪把前浪拍在沙滩上，就当初景圆圆和蜥人是吧，开服手持角色啊，可以说呢就是当时的无敌。然后随着后续的什么卡夫卡啦，还有就是叫黄泉，对黄泉，进入卡池呢，逐渐的就把景圆圆就在强度上就已经逐渐甩开了。但即便如此呢，就云哥来讲吧，云哥抽角色主要是有代入感，用景圆圆去带队跑仙州的剧情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就是说将军是吧，神兵天将那种感觉。其实主要的是图一个剧情上的一个代入感。当然了啊，还有很多社区的人呢，就有一段时间一直喜欢带景圆圆的节奏啊，就是说觉得这个角色太贵了，觉得这个角色命座呢强度数值给的太少了，然后反正就会有各式各样的这种想法吧。所以呢，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并不是说景圆圆真的比其他的角色拉开了有多么大的差距，真正的原因其实还是因为这个游戏吧长草时间太长了，有玩家待着没事干的，想找地方吵架，想吵架那他就得有个由头。但是呢，这个由头是什么呢？这个由头他没有，就硬找了一个由头，就觉得景圆圆的强度数值给的怎么样。但是其实呢，真正为景圆圆去买单6+5的很多老板呢，都是冲着他剧情上的一个酷炫来去给他就支付这一个溢价吧。所以说从强度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其实星穹铁道整体来说对于这个数值膨胀这一点控制的还是很好。因为时常也有很多局面吧，就是说他得要求有很多局面是你这个角色即便6+5下去他也是处理不了的，所以处理不了你才会再去抽其他角色，他不可能说为了一个角色去把其他角色完全的就都不用买了。然后呢，对于实际体验来说吧，有很多老板他抽了6+5，他压根儿他就不在乎那个钱，他如果说真的是差那个钱的话，他压根儿他当初他也就不会来抽这个6+5。所以对咱们萌新来说呢，我觉得解锁景圆圆吧，更多的来讲其实是应该买的是一个美术风格，买的是它这个特效，买的是这个角色啊，一个灵命跑图是吧，正常打一打啊，打不过了就开摆是吧，就千万不要说去强度焦虑去跟他们去比啊。因此呢，景圆圆这个角色的话呢，我个人吧，因为开服的第一个云哥第一个限定角色，那对他来讲还是满腹深情的。但是就是游戏体验和强度来说，确实是很一般。但是云哥不在乎，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在乎。所以说吧，就是这么一个局面。就是其实市面上吧，能够成功带星穹铁道节奏的这种视频就很少，带不动。你越去想要去通过带点节奏啊、拉踩引战啊去影响这个游戏吧，就是影响不了。因为它整体角色吧，就是强度来讲，有时候时常就有这种感觉，抽这个抽那个其实差不多，就是抽角色都是配图库
就抽一个角色抽一个好看。你说真的强度真的差很多吗？说实话，还是那句话，就是抽强度，最后就差个50、100原石，都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这个版本福利的问题，你看你送个20抽，玩家一点毛病没有，没人骂啊。那你说那隔壁原神非得就只送个13抽吗？然后再有一帮人天天来骂我说我是要饭的。那不是说我要饭的，就是我觉得就20抽可以解决的问题，非得硬绷着13抽，然后呢一直掉粉，一直吵架，你说这何必呢？就有时候就很奇怪，我感觉吧，米哈游就感觉好像脑子都长在这个星穹铁道这边的，那原神那边呢，哎，就没有脑子。你说这真是不理解啊！不理解归不理解吧。所以说，对于很多水友来说呢，原神退坑了，玩星穹铁道，然后还有其他的游戏呢，纷纷都开始过年送100抽，是吧？那你说现在这个节奏带成这样，我也没啥好说的。跟很多水友呢吵架，吵了3期视频了。虽然说挣着点创作激励吧，挣着点这个 B 站给的稿费，但是呢，把云哥气成这样，有时候想想其实挺不值。然后就是这个新仪器，就这一套呢，明显感觉好像是应该给真理义父刷来穿。我觉得之前刷的仪器，感觉都白刷了。这一套击破特工呢，不是已经有一套怪盗套是拐击破特工吗？怎么又出一套？随便吧。然后新增这些材料，就是很明显不让你去提前准备材料，让你到了新版本的必须得刷新的。这个随便吧，反正每天上来刷那5分钟，刷完5分钟就下号了，不知道怎么说，爱咋咋地。然后这个新的兑换光锥啊，这个是好事儿。就云哥现在很多打出来的那些给的材料呢，已经换那些老光锥，已经都感觉没什么提升了。我那个早餐的仪式感，我都已经换2个精武了，好像快啊，正好呢，新的光锥呢，到时候换出来新的光锥玩一玩啊。具体强度反正提升免费的，还想咋样呢？差不多就可以。总之呢，整个 2.0 其实新剧情啊，开的新图啊，出的新角色，可以说云哥还是很期待，可以玩的内容也很多啊。但是整体呢，抽角色吧，很多东西我觉得走一个XP 就可以。云哥的主要抽的角色呢，花火吧，其实不是云哥的XP点，但是因为它一定很好用啊，这个是可以看得出来，它一定是非常好用的，非常丝滑的一个角色，所以整个这个版本呢，可能主要拿它。黑天鹅，云哥准备丢一个小保底啊，出就出，歪了就不要了。主要云哥的目的呢，目标角色还是萨姆，然后黄泉呢，基本上也是属于就必须得抽的这么一个角色，后续的角色有点太多了，就整个游戏吧，这个产能很多，这角色逐渐的就有点不是那么值钱的那种感觉。那很多能玩下去，大概来讲就是在角色养成这个方面吧，我觉得这个游戏新活还是少了点。期待的其实更多的还是一个去模拟宇宙啊怎么样，但是它套路吧，这《星穹铁道》这个游戏的套路逐渐的有点简单了啊。套路逐渐有点简单了，就感觉打着打着，后续更新的版本吧，就角色在美术上创新很多，然后剧情表现上呢也可以放心。玩法上呢，云哥从开服到现在里里外外，属于是全勤，一天也没差啊。所以呢，大概感觉它好像翻过来覆过去就那些玩意儿，太过于简单。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这个游戏它在整个手游市场来说还是有它一席之地。就是如果说它在玩法上能有点创新的话吧，其实更多的对于云哥来说比较的值得期待。那它在美术上和新角色XP这些方面，始终是有很多突破。那就接着玩吧，就保持期待吧。但是就是说，云哥不是很介意水友啊去在这个游戏上太过于重氪啊。如果说确实是副歌呢，家里边不差，那就氪点就氪点了。但是像很多像消费水平跟云哥比较贴近的很多水友的话，你一旦重氪了，然后氪完之后过一段时间就觉得哎呀付出的那么大，然后角色又一会儿带节奏又这那的，就你付出的越多，回头角色被后续的后浪爆杀之后，你生气的概率就越大。所以说呢，云哥还是老生常谈啊，
配图库、抽角色、抽美术、抽玩法，尽量不要去抽强度，因为就是强度抽多了，心态容易崩。好，大概就聊这么多啊，还有半个月呢，咱就春节了啊，给大家也拜个早年，祝大家啊平稳安康的进入新的龙年啊，新年新气象啊，废话少说，大家喜欢听这个唠叨视频的话呢，麻烦点个赞。就云哥这一期啊，跟云嫂吵架了，所以呢状态很差，不是很在状态啊，就属于是更的不是很好，强更，大伙多多见谅啊。咱们下期再见，拜拜。